汽车人变形出发，回国拆快递。威哥拆快递，生活甜蜜蜜。我们今天呢来做一个官方在售的擎天柱合集。这次盘点呢各个价格和级别我都挑选了几个，也适合新手朋友们从擎天柱开始入坑变形金刚。我觉得今天这个视频特别适合下饭，大家公屏告诉我一下你今天吃了什么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盘。首先呢是这个 SS 工作室线的毁灭擎天柱，造型呢来自于白金工作室的动作单机游戏变形金刚毁灭。因为游戏就是基于记忆动画的卡通渲染风格，所以这款擎天柱也是记忆的造型，加上这个风格化的车窗，喜欢记忆动画的小伙伴不要错过了。这款柱子呢是 D 级，很小巧，车形态下呢腿部显得比较长，所以呢人形的比例就非常不错，头雕呢很正，变形简单流畅，我愿意称之为这款为86青春版，可以随身携带，随手把玩体验也很好。这款动作单机游戏变形金刚毁灭，同时也推荐给大家记忆动画原汁原味的美术风格和剧情，加上白金工作室出品，打击感非常的带劲。第二个传世记忆擎天柱，这个可有来头了啊！区别于失落极点的真骨致敬和高昂的价格，这个玩具呢是基于记忆造型的新设计，手部呢采用了新的变形结构，腰部可以旋转了，挡板也可以上翻了，老造型新可动，还有无比珍贵的橡胶轮胎，并配了2把枪，台面拉满了。伟哥特别建议一些对记忆老玩具感兴趣的新手玩家入手感受感受，并且价格也非常合适。这款传世记忆擎天柱的头雕非常还原老记忆的造型，基本的变形逻辑呢也和老玩具差不多，车型人形都很不错。这款呢作为低级小玩具也是非常适合随身把玩的，妥妥的解压神器。这款小伟大力推荐，非常好玩，爱不释手。第三个呢是 SS 工作室的起源擎天柱，这款玩具的造型呢是来自于去年的动画大电影《变形金刚起源》，人形基本无敌啊，很还原电影，关节紧实，可动也很优秀，配备一把能量斧和车形态的伸缩炮管，透明车窗上呢还能看到带涂装的领导模块，头部涂装也很精细，变形简单流畅，车形态下呢腿部变形很紧凑，但是手部外露实在太遗憾了，这也是这款玩具唯一的缺点。同样是低级的小精品SS 起源柱也是起源电影里小伟比较推荐的一款玩具。除了这款玩具之外呢，小伟还非常推荐大家看变形金刚起源的电影。我一开始也是接受不了那个画风的，但是看完电影以后就立马入手了各种玩具。这部电影算是变形金刚近几年来为数不多的优秀影视作品的，没看过的赶紧去看。第四个呢是 SS102 超能勇士崛起里的擎天柱了，我们也是来到了 V 级。SS102 的人形比例和头雕刻画都非常优秀，外观呢有不少机械细节的刻画和涂装，配件呢给到了一把刀和一个手炮。刀的话呢还有多种的搭载方式。这款玩具的车头还原还不错，前脸呢还有保险杠的分件，但是车尾的收纳就差点意思了，背后很不平整。人形的背包很利索，车型的背包就拉了。人形优秀啊，这个车型就得有牺牲呐。不过优秀的身材比例，流畅的变形体验，再加上呢价格也下来了，综合考虑还是值得入手的。第5个，我们来到了大师级 MTM12外传擎天柱。这款发售时呢也是争议不断，口碑2极分化，但无论怎么样，在版之后呢它的价格也没有那么夸张了。这款擎天柱呢登场于大黄蜂的外传电影，只是几秒的亮相就已经让粉丝们欢呼雀跃了，也是颠覆了真人电影里的擎天柱造型，结合新时代电影工业的细节呢，但是更趋近于记忆的造型轮廓，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真人电影柱之歌 No.1。玩具来说呢 MTM12 外传柱有着优秀的人形比例，压手的分量感，涂装质感也很不错，还有清脆的齿轮关节和流畅的变形。通过胸口的透明车窗呢，能看到里面丰富的机械细节，当然全身的细节刻画也很到位，还有部分的干扫涂装。车型的话，车头还是很正的，铆钉细节的刻画很锐利，还有白色的分色。车尾的大脚掌外露，小伟觉得无伤大雅，但这个猫耳朵也是争议最大的点。伟伟作为女孩子觉得很可爱呀，猫猫卡车多可爱，你们就说可不可爱嘛？老子说3，可爱。虽有争议，但是变形流畅加上优秀的人形，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。作为玩具，把玩真的很重要，这也是伟伟一直以来对玩具的重要评判标准。第6个，我们级别也来到了泰坦级，孩之宝今年的新线天尊世代日系记忆宇宙擎天柱的最强形态第13天元
星际擎天柱。星际擎天柱呢，源自于变形金刚擎天柱归来。日系剧情里呢，头领战士中死掉的大哥呢，被天宅使用的索迪亚克能源复活，也使其战斗力大大提升。大哥又死了，大哥又活了。作为老玩具的重置，相隔30多年，孩之宝呢，也让星际擎天柱以13天元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了玩家的视野里。首先就是这个玩法。日系变形金刚很热衷的基地玩法，不能把自己变成房子给下属住的领导，不是好领导。这破搓碟。人形呢，遍布全身的齿轮关节还是很带劲的，把玩起来特别的爽，可动还算不错，造型呢也是非常还原漫画，胸口的涂装刻画不错，最重要的是它真的很大，这个体积摆在家里真的太镇宅了。车型呢也很厚重，尺寸超长，很简单的一趴就变，车轮滚动也很流畅。总的来说呢，虽然是最小泰坦级，但是星际擎天柱还是有很多亮点，各个形态呢都可以做到运载小车和热破等配件全收纳，突出一个整体合一的概念。这个玩具呢，咱不论它是什么级别什么定位，它是擎天柱就足够了，喜欢冲就完事儿，兄弟们。第7个地出擎天柱，出自孩之宝和网飞的变形金刚动画《赛博坦之战》。因为地出擎天柱的车型呢是地球伪装形态，所以跟G1的动画形象很接近。在那个懒人来之前，这款地出擎天柱的数值也算是孩之宝同量级下的最强擎天柱了。这也是同级别为数不多自带车厢的擎天柱。车厢内部呢也有细节的刻画，经典的修理平台玩法，还可以将配件拆下来跟大哥结合。人形形态很还原G1的形象，但也保留了该系列特有的零件表面上的机械细节的刻画。身形比例完美，背包平整，露出的2个前轮呢还算能接受，就当是致敬了 OX 的设计吧。打开胸口的领导模块的涂装也非常细致，就连领导模块底座也有细节刻画。车形态也是很规整的，车头前脸很正，车尾的收纳也很利索，没有明显的突兀和镂空。地出柱的大黑枪也可以参与变形，收纳在车厢背后还是很完整的。这款地出的变形逻辑也非常经典，简单流畅，层出不穷的各种换色款也足以说明这款模具的优秀。还有一个围城擎天柱，这里就跟大家一起介绍了，出自同系列动画的第1季围城，也是动画里的经典造型。围城擎天柱的载具形态呢是赛博坦样式，人形和地出相差不大，一些模具也是共用的。作为第1代模具呢，就是这个围城柱的手臂收纳不太利索，以及因为变形结构占位，胸口也没有领导模块了。还有就是这个赛博坦的车型，看大家喜不喜欢了。当然了，解决办法就是双入。最后呢，作为这期视频的压轴玩具，那个男人他来了，万众期待的 SSN86擎天柱。86擎天柱的造型呢，源自于1986年的变形金刚大电影。这部电影其实对变形金刚的 IP 有着深远的影响，也是无数人的童年阴影，也让厂商深刻的意识到了擎天柱这个角色对于粉丝们的重要性。战斗下去。当然，作为86线的擎天柱玩具，它的地位在公布之初，大家的讨论热度就能感受到。无比还原的人形，几乎完美的车型，流畅的变形，扎实的结构和丰富的配件。小伟之前呢也有做过86擎天柱的详细测评，感兴趣的可以跳转这个视频。这次把86擎天柱拿出来，也是给这个盘点视频来一个完美的收尾。86擎天柱的可动咱就先不言了啊，直接先还原一个火箭起跳变形。配件呢也给到了大大的车厢、小滚珠、能量斧、大枪，还有一些特效件，配置没得说。人形比例方面几乎是从电影里抠出来的，头雕也是正气凛然。背包的收纳呢也许有些凌乱，但是瑕不掩瑜，整体还算利索。变形的过程非常巧妙流畅，把造型和可玩性维持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。车型尾位几乎挑不出毛病，前后呢都是铆钉轮胎，推车流畅。车厢的玩法呢，还是经典的开干维修站，小滚珠和其他配件都可以收纳。可以说，这款86擎天柱是目前为止最值得入手的机造型的擎天柱，且没有之一，也是目前86线乃至于擎天柱玩具的集大成之作。如果你实在不知道买什么变形金刚，那就无脑冲这款86擎天柱，冲就完事儿。信伟哥得永生。全部看下来，大家有喜欢的大哥吗？除了擎天柱的盘点呢，伟伟还会做一些别的大盘点。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 IP 或者角色，都可以在屏幕弹幕区告诉伟伟哦。合集不易，多多点赞。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